若说明智光秀的背叛成功改写了日本历史的话，那么至少同时代还有一个人也做到了和他相同的效果。没想到这短短50年间，日本竟然集齐了卧龙凤雏。这个能与光秀惊天背叛匹敌的家伙，就是传说中导致关原之战在短短1天之内便打完收工的直接原因，奠定德川天下的关原战神小早川秀秋。1582年，尾张的木下嘉定迎来了自己的第5个儿子这孩子此时大概还不知道，他此后将迎来多灾多难又极其短暂的一生，死后还要背负千古骂名。如果得知这些剧透的话，不知他会不会后悔被生下来这件事儿。孩子被起名为秀俊，虽然老爹木下嘉定没什么知名度，但他的姑姑宁宁倒是嫁给了一个小有名气的家伙。这个成为他姑父的男人就是丰臣秀吉。1585年，他成为姑父丰臣秀吉的养子。在秀吉长子鹤松夭折后他被赐予丰臣姓氏，作为继任继承人对待。然而正因如此，秀秋随后被卷入了坎坷离奇的命运。为了巴结这位未来的继承人，各地大名诸侯对他展开了频繁的招待攻势，导致他从7岁元服起就开始持续饮酒可以说从很小的时候开始，他就已经是一名久经考验的战士了。然而1594年，这种醉生梦死的好日子突然到头了。至于原因自然是他那个一直生不出儿子的老姑父突然又生出了个儿子，这个孩子便是日后的丰臣秀赖。无论丰臣一门以前怎么幸福一家人现在有了亲儿子以后，这些养子们就成了跟亲儿子争夺继承权的碍眼存在。这样的剧本在战国时期相当常见不少大名都觉得自己生不出儿子，于是过继养子继承家业。没想到此事就像死亡 flag 一样，养子到家没多久，当爹的便重振雄风，生下一个亲儿子，最后2个儿子相争，闹得家破人亡。而当这样的剧本发生在此时位于日本权力金字塔顶点的丰臣家身上，势必会引发波及全国的战乱。不过这些事情暂时和10岁出头的丰臣秀俊没关系，因为他眼下还要面对一些小问题，那就是他马上就要被秀吉拎出去了。为了防止养子们和亲儿子秀赖争夺继承权，秀吉很快便决定把丰臣秀俊打发去哪家大名当养子。那个西国的毛利辉元，没儿子是吧？那就你了。秀吉此举除了处理掉这个碍眼养子外，多半也是想借此机会在其他大名家中埋下一颗定时炸弹，搞不好以后就能以此为引子将其吞并呢。多年以前，号称战国某神的毛利元就便是以这样的手段将自己的2个儿子送到吉川家与小早川家当养子，成功吞并了这2家势力，并形成了毛利两川的格局。他的长子毛利隆元继承毛利本家，而次子吉川元春和3子小早川隆景，这2人一武一文，正好可以从旁辅佐，是战国少见的兄友弟恭家庭。此时毛利家的家主毛利辉元是毛利元就的孙子，而小早川隆景由于自身出色的政治外交能力，也已经是丰臣政权下的重臣。当时隆景担心毛利家会被秀吉吞并，于是代替原本应建立收养关系的毛利辉元收受了俊秀，从此他便改姓小早川。虽然此时还没改名为秀秋不过为了方便，接下来我们还是以小早川秀秋称呼他吧。隆景对于秀秋因秀吉自私的考量而像被丢弃一样送来的遭遇深表同情。虽然后世由于秀秋在官员的逆天操作产生了他是阴险小人的印象，但据说这对养父子的关系非常融洽。不过也有另一种观点认为，由于辉元的养子毛利秀元与已故丰臣秀长的女儿订婚，且隆景原本也收养了秀吉宠爱的幼弟小早川秀包，从秀吉的角度看，特意用秀秋替换秀元或秀包并无明显好处，因此这次收养也可能是毛利小早川侧为了强化与丰臣家关系而主动提出的请求。然而在成为小早川家养子1年后的1595年，曾与秀秋一样被视为继承人的丰前秀次被以近乎莫须有的罪名逼迫切腹，其妻儿家小也惨遭灭门。秀秋本人也曾被扣上企图谋反的无端罪名，甚至面临被没收丹波龟山10万担领地并被切腹的险境。好在由于隆景的奔走游说，秀秋最终继承了隆景的明岛30万担领地，而隆景则一封至故地背后3元。1597年，15岁的秀秋突然接到秀吉的命令出征朝鲜，尽管这是一场毫无经验的出阵，他却被迫背负起以总大将身份参战这一极其沉重的重担。据传义父隆景曾极力反对秀吉对秀秋下达的这一明显鲁莽的命令，但最终反对无效。
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是秀吉的阴谋，意图让秀秋死于异国战场，或者利用其战败为借口对企业进行处分。从刚过去没多久的秀次事件来看这种猜测倒也并非没有根据。最终，秀秋根据出征令前往朝鲜，而一直牵挂他的龙井却在三原城病逝，秀秋没能见到龙井最后一面。然而就在第2年，秀秋却在朝鲜突然接到秀吉的归国命令，并再次被秀吉以在战场上行动轻率为由降罪，他的领地被一举削减至15万担，并被下令转封至越前北之庄这一决定导致秀秋不得不解雇许多家臣，让他蒙受了极大的屈辱。不少龙井时期的家臣也趁此机会回到了毛利本家。如今普遍认为，这次大幅减封是石田三成的谗言所致。三成生来性格偏激，对秀秋抱有偏见，且部分离开秀秋的家臣后来被三成收入麾下。不过也有另一种说法认为，秀吉当时看中了博多，想从秀秋手中夺回并据为己有，而三成只是替秀吉背了黑锅。秀吉病逝后，作为5大佬之首的德川家康判定当时的处分不公，经其周旋，秀秋得以恢复明岛30万担的旧领。据称秀秋从此开始与家康建立了私下的亲密交往有说法认为这是导致三成与家康关系恶化的原因之一。1600年，家康与三成的对立白热化，在德川家康发动会津征伐时，秀秋本打算加入家康一方参战，但三成趁家康离开大阪城之际起兵结果正欲出阵的秀秋再次被卷入其中，被迫归属三成率领的西军，并参加了京都福建城的攻坚战。在关原之战中，小早川军在开战时驻扎在松尾山。此时秀秋终于接到了德川使者的要求，命其加入东军。秀秋审时度势，脱离西军，开始向大谷吉继率领的部队发起进攻，这引发了连锁性质的倒戈走投无路的大谷吉继被迫自尽。因为秀秋的这一抉择，关原之战在短短1天之内便以东军胜利告终，秀秋也因此一战成名，成了被后人耻笑的关原战神。以上便是最传统说法，但实际上这些流传已久的说法，其实在现代研究中基本已被否定。近年的研究表明，小早川秀秋在开战前就已属于东军，这一说法已成为主流。早在战前，东军对小早川家就进行了频繁的拉拢。相反，目前仍存有小早川家通过黑田承政向德川家康表达亲近东军意向的书信。另一方面，石田三成、大谷吉继等西军首脑也察觉到了这一动向。三成虽许下让秀秋在丰臣秀赖成年之前担任关白等职位的诺言以期挽留，但三成虽身为五奉行，终究只是家臣，并无权利授予官职或土地等恩赏，因此这被认为只是为了防止秀秋倒戈而做出的权宜之计。最后，秀秋将西军的伊藤胜正赶走，并布阵于松尾山。与传统说法相比认为他在此时就已经明确了东军立场，反而更加自然。在现代，一种有力的学说是，三成等西军因战略要地松尾山被小岛川秀秋占据，无奈之下只得撤向关原，并在那里遭到东军攻击而溃败。而战后结算环节，秀秋获得加封这一事实，也强化了对临阵倒戈的否定。这是因为，即便在战国时代，原则上也是不允许在战斗中途背叛的。虽然受时代剧等影视作品影响，战国给人一种内应倒戈横行的印象，但实际上被认可的背叛通常是战前就确定的，而在战场上突然倒戈是绝不被宽恕的。像小山田信茂那样在战后被处死的例子并不少见。事实上，与秀秋几乎同时倒戈的武将中，除了原本就打算加入东军，但因各种原因受阻，且事先已通过书面形式向家康宣誓忠诚的胁坂安之外，其余人全部遭到了减封或改易。小早川秀秋在战后能够获得加封，必然可以作为他战前就已经归顺东军的证据。况且如前所述，秀秋曾经历过因三成的谗言而遭受极不合理的减封处分，后在德川家康的周旋下才得以恢复旧领的过程，所以他显然是倾向于东军的人，因此认为秀秋本意是想加入东军，但因受阻被迫编入西军，实则内心早属东军才更为自然。关原之战结束后，秀秋不光获得德川家康赦免，还将其家封转至于喜多秀家的旧领，被前冈山51万担。秀秋也将名字改为秀全。然而仅2年后的1602年，他突然猝逝，年仅21岁。由于膝下无子，小早川家因绝嗣就此断绝。由于死得太过突然，当时民间流传着他被石田三成或大谷吉继的怨灵缠身的译文另一种说法认为，从小便经历坎坷命运的秀秋精神压力极大，因此有酗酒倾向。
其死因被认为是由过度摄入酒精引起内脏疾病。如果以他的视角来看这段历史的话，会发现关原战神小早川秀秋其实也不过是一个在时代洪流中身不由己的普通人罢了。